这一节我们来学习相平衡研究方法。相平衡研究方法包括动态法和静态法，其中动态法包括热分析法、擦热分析法。首先，我们来看热分析法。此方法的原理是根据系统冷却过程中温度随时间的变化情况来判断系统中是否发生了相变化。实验步骤：首先将样品加热成液态，使它缓慢而均匀的冷却，记录系统在不同时刻的温度数据，然后以温度为纵坐标，时间为横坐标，绘制出冷却曲线。我们一般记录5条组成不同系统的冷却曲线，就可以绘制出相图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实例，以铅锡相图为例，一共5个组成不同的系统，其中铅的质量百分数分别是0、20、40、75、100。A 和 B 为纯组分，将试样加热到高温，然后自然冷却降温。实验中，我们每隔30秒读一个温度读数，可以看到降到一定温度时，温度不再随时间改变，冷却曲线中出现一个平台。出现平台的原因是纯组分系统在熔点处吸睛，待吸睛结束，温度继续下降，所以通过 A 和 E 这2条冷却曲线可以确定锡和铅的熔点。中间3个系统为混合组分，降温过程中曲线出现一个拐点。为什么会出现拐点呢？通过看相图，我们可以知道系统降温过程中碰到液相线，碰到液相线就会发生吸睛现象，降温速率就会发生改变。将这个拐点对应温度平移过来，和系统组成线相交于1点，即确定了液相线上的1点。通过上述讲解，大家会发现这种方法比较简便，5条不冷曲线就绘制出了相图。但是通过这种方法所确定的相变温度只是一个近似值，而且相变前后的物相也不确定。如果想确定物相组成，还需要借助其他的方法来加以辅助。刚才我们讲到冷却曲线中可能出现拐点，但如果放热现象不是很明显，拐点就不容易确定。这时我们就可以利用擦热分析法加以确定。擦热分析是测量物质与参比物之间的温度差与温度关系的一种技术。在程序控制温度下，擦热分析曲线描述了样品与参比物之间的温差随温度或时间的变化关系。我们来了解这个设备的原理。在其中一个干锅中放置试样，另一个干锅里放置参比试样。一般我们实验室选择的参比试样是阿尔法氧化铝。MV1 表测量的是试样的温度， MV2 测量的是试样与参比物的电势差。当两者之间存在温度差别时，擦热曲线中出现放热峰或者吸热谷。利用这个原理，我们就可以确定相图中拐点对应的温度。下面我们来看静态法、淬冷法。淬冷法的原理是将一系列不同组成的试样在选定的不同温度下长时间保温，使之达到该温度和组成条件下的热力学平衡状态，然后将试样迅速淬冷，这样就把高温的平衡状态保存到低温，再用适当手段对其中所包含的平衡各项进行鉴定，就可以绘制相图了。我们来看一下这种实验方法的示意图。干锅里边装的是某一组成的试样，我们将其加热到一定温度，保温一定的时间，然后把悬挂干锅的金属丝熔断，干锅就会掉到下边的水银中，我们称之为汞浴。经过这样的淬冷，试样就保持了高温下的平衡状态，然后借助 XRD、OM、扫描电镜等测试手段对淬冷试样进行物相鉴定，以确定试样在高温所处的平衡状态。
如果确定式样组成全是玻璃像，我们就在相应位置画一个空心圆圈。如果式样中既包含晶像又有玻璃像，那么就画一个圆圈加一个小黑点。如果全是晶像，我们就画一个实心圆点，这样就可以确定出液相线和固相线的具体位置。这个方法优点是准确度比较高，长时间保温，系统较接近平衡状态，而且吹冷后可以对式样中平衡共存的像数、各项的组成、形态和数量直接进行测定。缺点是这种方法比较复杂，一次实验过程只能得到一个点，工作量是相当大的。而且这个方法只适合于相变速度慢的系统，如果快，那么在淬冷时会发生相变，改变了高温平衡时的状态。同学们，这次课的重点是热分析法和淬冷法，希望同学们认真复习。这次课讲到这里，同学们再见。